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人有人就是运气特别好，会发现钱没有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你们脑补一下。这样的老板，他造就了今天的造就了你。我应该觉得很幸运。从小一碰到老板就怎么都呵护你，或者这老板是你舅舅，我要么就憋出毛病了，要吃药的，你不会被要么我就被抓起来了。第三条路啊，抓进去吃药。我不是个好运气的人，就像你一直跟我说，我有一种不配得感。主观上，我觉得你需要配合一下药物，放松，让自己无限的放松，运气就来了。顺其自然就好。我觉得呢，我今天能够得到的是上苍对我的恩赐，我好好体验它，开心的接受它。得不到的，那自然不是我的缘分，不在我应该得到的范围之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猪排。还有那个是尝过了吗？我的蜜桃小甜水。他去你那睡觉。那个是监制的位置。因为你们别忘了，每个片头都是他喊一声开始，开始。对，它很重要，对了吧？皮皮不喊那一声，我们谁都不敢开始啊！你牛。这把年纪，然后就已经开始有点厌世了。不说严在我们店里面这样说，就是自己个人生活以外的时间算得特别的精准。那我称这种感觉就叫做厌世了。吓我一跳的，但是我一看佑的表情，又不像是那么回事儿。所有一切能推的、能安排掉的、能清场的，全部整掉之后，就为了期待这一场跟自己的好朋友的这个聚会。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状态下，能有这种感觉，我觉得是我一个很大的幸运。还没厌世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人有人就是运气特别好？我小时候会这么想，会总结说，哎呀，这人怎么运气这么好呀？他为什么每次那个比如说是小赌一把啊，或者是哪怕就是说抽个奖啊，到了再长大一些，那个谁念书这条路好顺啊，会羡慕人家运气什么投胎的运气好。皮皮。哎呦，皮皮很羡慕多少小狗狗们来羡慕我们家皮皮投胎投的好。你们别人吵得还比他在睡觉。懂。看到的很多你身边曾经认识的人，你一开始认为他很幸运，甚至我拿我自己来说，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说什么事情，哎呦，我怎么运气这么好？但是这个齿轮就是齿轮。这个齿轮哗一转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，发现原来你认为运气好的那个开始或者那个势头，反而最后不代表是运气好。我现在会有这个感觉，所以见多了你会发现会找到这个规律。对，这个这个在年轻的时候感觉不出。对，或者反过来说，曾经可能遇到的人或者是事情。或者是一个生存状态，会自己很抱怨，然后怎么那么倒霉呀？然后怎么遇到这样的人？怎么遇到这样的老板？怎么遇到这样的生活状态？但是现在再反过来想说，他这样的人、这样的状态、这样的老板，他造就了今天的造就了你。我应该觉得很幸运。我见过有运气很好的人，他可以什么事都不干。她可以对老公很不好，但她老公依然对她很好。但是我觉得这里面，你像我去分析这个有这个玄学的东西，就是有的人当然肯定有这个概念，我一直相信这个事，是吧？有，但是我觉得你再仔细想想，就我们见多了，是路走长了，你会发现它是有迹可循的。有一个博主就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。读大学的时候，跟她前男友都没钱，穷孩子的时候，但是呢，她前男友是很有梦想，就想拥有一部豪车。那两个人就是兴起好玩，就到 4S 店去试车，但实际上他完全不可能买得起那个车。那这时候那个里面有一个小姑娘出来带他们来试车。
那这个女孩子自己呢，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不好意思，我们根本这试车根本就不买那个车嘛，是吧？就坐后面，然后她那个前男友很高兴的在上面开，然后她自己觉得过意不去，就跟那个带她试车的那个女孩子说，哎呀，我们不可能买，我们都还是学生呢，咱就不要这么认真试了。你知道那个女孩子跟她说什么吗？她说谁都有这个时候，但是呢，谁知道未来？是吧？今天你不买，我就当着你让我就说让我放假一下，陪你们去兜兜风，有什么呢？很高兴，真正的很认真的让他领会一下这个车的各种性能，他依然很认真的在给他介绍，因为明知道你直接告诉你我没会买的。但这女孩子心里就想，我这辈子只要有机会要买这部车，一定会找他，我一定找他。你看他是不是埋下了这个运气的种子？这个运气不是，如果他一个两个好多人他都这么对待的话，你想想看，未来可能在他的营业厅里，大家就会说他运气真好，怎么这么多人找他？那你说是不是有迹可循？就是性格决定命运。那命运这里面就是一个是命，还有一个你要怎么运作。你看我刚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，那我就真心的好好的表现，也许这个机会他就捉住了，对吧？如果有的人是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仍然没有好好的表现，那不就是过了吗？那你就说我运气怎么不好？是不是有迹可循的？运气来的时候，如果你之前准备过的人和没准备过的人差别天翻地是啊，对吧？他的运气机会做好准备，真的这个以前听上去好像是老师告诉你这句话，你没学真讲。当你经历过人生，你就知道运气真的是给准备的，是给准备。但这个运气来的时候，你完全没做准备，这个运气就不叫运气，根本就是没有抓住的机会。就是我们那个年代，就是你高考是你唯一就能改变命运的时候，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平民百姓的孩子，如果你那时候去读书，你运气就来了。那听这个意思，感觉就是你要有付出，其实你在付出嘛。对，是的。你虽然没有看到回报，但是你仍然愿意付出。其实在积累你的福报。是不是这样一个？你又回到玄学也是可以讲得通的。这里呢，他的付出跟你最后得到结果啊，不一定是，你不会看到一种必然的一种联系，但是你回过头会去想，我为什么会得到这个？其实就是也有刚才还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。也有刚才说一句，就是性格决定命运，其实就在这里。他因为他有这样好性格，他处处都能展示出他的这种思维方式。性格决定命运，如果这句话是成立的话，性格从哪里来呢？性格是不是多数都是天生的？那如果是多数都是天生的话，那还要是变成玄学？性格这里面还是有价值观，什么观，那这些是养成的，有三观的，也是养成的，有些有养成，它是受教育的过程。有些时候你树立一个价值观，就是我认为我只要去做就行，我不管结果什么样子，这是你养成，不是你一种性格吧？古人说的就是但行好事，不问前程，这是一种教育的结果，对吧？就是我现在愿意付出，就像你说卖车的话，你今天不买没有，我仍然给你提供服务，让你体验这个车，你将来总是对我有这个印象的。那你今天买不了我这车，我无所谓啊，我付出，我仍然把我的服务做好。这种时候其实跟他性格没关系，是他的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原则问题，对他自己的一个敬业心或等等。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在的一层东西，就是说，不管你这个客人是不是真的要来买你这个产品，你每一次跟客人的一次介绍、一次服务，都是你自己加深对这产品的认知，对自己的一种磨砺，自己职业一个磨砺，是这个好处你都在积累，这回过头你收获了。你就是你的福报。乔爷说的很有道理。其实还是就是有的人你心里怎么想一个事情，就是还是他比较正向看一件事情。就我今天白跑了，但他想的是我们一起3个年轻人一起去兜兜风，多好，是吧？就像一友刚才说的，我怎么碰到这么倒霉，碰到这样老板？但是你反过来一想，
就因为这样的老板，才造就了我现在的我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如果说从小一碰到老板就怎么都呵护你，或者这老板是你舅舅，OK， 然后你不用做事儿，你就废了。你遇到你舅舅是你老板，运气好吧？对，你看上去是运气很好，其实。对。你们觉得人生当中最幸运的那个瞬间或者某一个事情，比如说捡到个钱包之类的也算哈，然后有印象最深刻的，觉得我怎么运气这么好？你先说。我很幸运，在我年少时，不懂事儿的时候，任性的做了一个决定，让我此生的绝大部分的生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。我是越老越体会到当时做这个决定给我带来的今天的幸运。对，我觉得我好幸运。你如果在没有出来，你可能这个性格要有问题。我要么吃药，要么抓进去嘛，不就是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吗？我是这么想啊，也有还有第三条路啊，抓进去吃药。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小幸运的事情。那我幸运就是认识他，因为他才让我动了这个念头，说我们要出来。否则的话，我原先也没有想出来。对啊，就是因为说你看，还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，就以我们这样的性格，就有一点不着四六、天马行空，我愿意干嘛就在这里是比较适合。你什么事情上大街，你觉得是一个很幸运的这一生？我觉得不要一刹那。我这一生，我觉得最重大的改变就是遇上高考。我没有高考，我没有后面所有的改变，他说的没有所有对我命运的掌控。那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就是这一件事情是足以在决定性的改变命运。决定性。因为那个年代高考，如果你考上，真的能改变你命运。但是我相信我这一生一路走过来，这是对我的生命的彻底的改变。而且是因为你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，他根本不知道要分配到哪里的，就也不需要去做什么，就给你一张通知哈，一张条子就这么大张，就去报道。这么一张条子就决定了你是。这是录取通知书，不是到单位报到的报到这里。那时候都是包分配的，你不用管了。这不讲他的什么社会是层次的问题，那么你马上解决了你所有后顾之忧，对，工作、身份、收入，甚至后面你还那个年代还有住房，住房，对，一系列全部解决。那么有了这个基础，后面我才可以去考试，出国留学。对，那么出国留学完以后，我才有这个积分可以申请移民。那么所有的主动权，你的生命的对，都敞开了，就开始。那个年代刚好是一个窗口。他毕业分配没有房子是吧？你是外地的嘛？住招待所。你就是住招，他是不是住招待所？住招待所，公家付钱了。招待所给你住，住到以后单位有房子给你了，就分房子给你，分房子给你。你结婚了，所以分一套给你，至少是小叔是有准备的呀。对，他是有准备的呀，就跟你讲，否则你那个对啊，你那个来了，你没有准备好，机会来了，对吧？你该考的考不出来，那就没用。牛，你这说到我这是还不算，没你说的好。你每个人感觉嘛，对吧？你自己感觉你的生命历程过程中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彻底的一种转变嘛。我比较特别，我可能从我自己主观感受，我没有去感觉我有运气过，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，包括现在也不觉得，我总一直是一个处在一个觉得我不是一个好运气的人，就像你一直跟我说，我有一种不配得感。总之我就觉得好像有很多事来，就觉得好像这是属于我，就是它已经到我手边了，我都觉得这是真的是我的吗？就掐一下，就会有一种好像这很患得患失的这种感觉。其实他就是怕失去，我觉得。对，我可能一直有这种，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我会去觉得，哎，我这个事情至少当下
我都不觉得这件事来了好像是运气来的，我都会怕这个来了会不会只是那一刹那的一个昙花一现的一个事情，然后可能之后就没了。所以但是反过来我就很珍惜，我会对每一个就是在我生命中出现我觉得很美好的东西我非常珍惜，因为我怕失去它，我怕以后就会失去了。所以我很少有这个真正感去总结我有运气这件事。你需要配合一下药物学习，需要一些专业人士的协助。他本来要先抓进去，发现这个更需要抓进去，你先抓进去了。这个药还是没吃够，而且还需要协助。现在医疗系统负担很重了。其实我们现在想想，最终哪个东西是我们的？什么都不像你都不用介意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的，我们是一个经历者。我们在这只要去感受这个经历，一个经历者。所以我觉得呢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我觉得呢，我今天能够得到的是上苍对我的恩赐，我好好体验它，开心的接受它。得不到的，那自然不是我的缘分。不在我应该得到的范围之内。对吧？甚至比如说我得到了又失去了，那也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事情。我之所以会失去，说明它本来就不应该是我的。其实确实什么都不是你的。其实你看我们那一阵子去签那个遗嘱的时候啊，你那时候就会觉得，你想那么多，什么都得放弃，什么，因为什么都因为你签遗嘱的时候，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，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，是吧？这有房子啊，有钱啦，有什么啦，就都得列出来啊。你看，都不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得交出去，都不是你的。因为我当时在老人院工作过，你就会知道，有的老人。他曾经是这个城市的，你看他有很多图片，你看这栋楼是我设计的啊，你会发现钱没有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你们脑补一下。真有一个老人，就是使劲要给我们，要不就去小卖部想买，就能买什么就没有用的就给他买了，然后就是塞钱给你们做小费，就他说我没有用啦，他已经出不去了。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，你消费的能力都有限了。所以我现在跟他老是在提醒这个事情，就是你现在能吃，吃，别考虑这个那个，你只要钱还有钱你吃。能睡。第三个你说能喝啊，对，能花，能玩。对，所以就是吃喝玩乐嘛。不，因为说实在，就是这些东西。才是你现在的能力，才是你要珍惜的。你自己你现在没法想象，有一天连这个能力都没有，牙没了，咬不了东西，腿没力气了，走不出去。对，但这个时候你再去想，我曾经想把钱积的存还有一个手动不了，数不了钱。脑子不好，那还有你手能动，也数不了。对的。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海默症，就是你刚数完几百万忘了。哎，你别说，我那天听那个律师跟我讲了一个事情，就特别有意思，就是说有一个人。他无儿无女嘛，那他现在很多包括葬礼包什么，你可以交给政府某一个机构，他会给你办，他把钱都交了。那未来反正就有人帮他办这些事情。那么他就老想跟律师讲，我能不能在我死之前把钱用光？他想的是这个事情。然后问题是，律师说你怎么知道这里面要是没有死，没有生死？哎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业，帮你策划怎么把钱花掉。对，因为他真是无儿无女，他就没有，因为你有儿有女，他又不一样嘛，你反正至少是孩子的，有儿能给他嘛，至少，对吧？也并不是每个老人家都愿意把所有的都就是给小孩，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。对啊。花花，
现在经过了专业人士的这个，不是专业人士，我就阿婆是我的心灵按摩师，开玩笑，这是专业的。所以经过这个专业的讨论，我应该送进去吗？不是，该吃药的。药这一顿咱们就可以跳过了啊，这一顿可以暂时不吃。你看我们家花花对吧？身体健康，你至少说走在马路上，有多少人猜得出你今年多大？对啊，猜不出来的，是不是20来吧。应该不到30，正值壮年。对，哎，你有你很爱吃的东西，就你的吃喝玩乐嘛，对不对？你有你很在乎的人，然后你健健康康的活在这边，然后眼睛还盯着你爱吃的东西。对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，那肯定是。对啊，好幸福。所以你有时候你就想嘛，他主要是可能关键就是我怕我待会失去怎么办？失去就失去，但就当没有呗。我们是来这个人生，来这个世界经历。你我刚刚讲出这个话，一下子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也觉得是，我也觉得我狭隘了。之前是的，我之前我得到美好的东西的时候，对，我不应该想着什么时候会失去它。对，那你就没法享受，你就没法享受这件事，没法享受。像乔叶说的这样，你是在经历这个事，当美好的来了。即使它是昙花一现，即使它是恩赐给你的，没有，我就是运气很好，我在经历它嘛，对吧？我就经历它就行了。不是即使，本来就是昙花一现，从来没有什么人你就像洗澡的时候一样，你洗完水冲走了，然后你还把那个缸水给你存着。对，那就这样。你就像乔爷当年我老婆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我拥有了，到后面他就老就没了，真的那个人就不再有年轻时候的那个，现在更年轻了。那就讲话是吧？就没了嘛。那么你就当时你就享受了嘛，就这样嘛。阿婆还是小姑娘，你享受了阿婆是小姑娘的时候的老婆的感觉，然后当阿婆是个小老太太的时候，她有另外的一种还是老婆的感觉，小姑娘没有的感觉，你也享受到了。有的时候运气它也是一种气场。吃着花生的时候在想着待会儿我会吃完不够，之后你就把气场就没了，你就没有办法。然后你2个人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就天天想着那种乌七八糟的事情，吵来吵去的时候，你真的就是把自己的好运气弄没了，真的会失去你的运气。我觉得就是你每一次得到，你是觉得一种幸运，失去你要很自然的接受它。人都是一样的，不仅是物质的，包括我们周边的人，最终我们的人都要走散。就像杨绛先生说，钱钟书先生过世了，他的孩子过世了，他留下一句话：我们一家人走散了。每个人都要走散，你跟你的父母要走散，跟你的孩子要走散，跟你的伴侣要走散。是我其实我是见过一种人，就是他任何时候其实是在我看来，在很多人看来，他是生活非常好的一个状态，就多少人羡慕的那种，从金钱也好，物质也好，但是他却要在这里面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时候。是不是自己？对，他是自己这种运气会慢慢散掉。你真的千万不要说那种，也有人很玄学的那些人，博主也会在说一些，就是你千万不要在那大嘴巴乱说。我见太多了。你比如说我们的去旅行哈，出门在外嘛，你有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开始会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顺心，比如说出了门啦，开车开一半发现护照忘带了，对，然后赶快再拿回去拿，或者又差点赶不上飞机了，对，然后赶上飞机了吧，下了飞机发现行李不见了，哎呀，那一路那个不顺了。越是心宽的人，他越是不把这个纠结那些小不顺利，他后来会越来越顺利，甚至可以发生一些你觉得都不可思议的幸运，砸在了他的脑袋上。是这样子。你比如说像我之前那个 Robert 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坐轮椅的，他居然在游轮上那个不可能看到极光的季节，居然让他能够看到极光。可能几千次里面有那么几次机会可以看到的话，我说那你记得买彩票回来。对，但他居然就看到，而且他还是坐着轮椅，广播了一会儿，他好不容易冲上甲板，最后1分钟，
就活着回来的程这度了。个是可以理解的。你像你一来，你对这个人挑剔，对那个人挑剔，最后对，没人给你好脸色看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整个都他整个就不聚气，你会气场觉得他不不聚聚气嘛。对对啊，你看那个有的，如果都是开心的事情，大家遇到谁点点头，哇，都是开心的，那不就是整个气场都好了？我刚看了电视剧，这个叫做善德性。我们这一路走过来，从多伦多过来，就有时候哎呀，你们很多人会说你们运气挺好，怎么总能挑的？其实我觉得没有必然说是跟我不觉得跟我运气有关，而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。因为你总是很快乐的看每一个事情，每一件事情。其实这个说的我特别同意，就是遇到问题，本来是说你会不开心或者，但是你把它当成有趣的事情就不一样。就有一次我们去，他那个电瓶不打火，对呀，不打火，其实而且又很炎热，那天去打。我们群长来猛，我们的态度真的也没有着急，就想去旁边一个修车厂。我们不知道是电瓶打不了火，就车发动不了了。然后就到一个停车场，然后那个师傅又帮你，怎么讲哈？总之都是遇到好的人，他一直在帮我们，最后就告诉你不要花这个钱，你们去肯尼迪台去买。帮我降一下。换过，然后那天就学会。就是因为电瓶坏了，然后你就记住那个时刻，我们在那里对，这个我同意，你记住了，完全同意。就是像乔治说的，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感觉那一刹那是件很衰的事情，但是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。你不管经历什么，以一个好的心态去经历，对的同时，很关键的一点，你跟谁一起经历了？那是换一种说法，对不对？你旁边不是阿婆，乔爷，旁边换一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出门前怎么不准备好？怎么这点事情啊，出去玩一趟，搞成这个样子，整个氛围上，氛围，你原先这种就不可能，因为我不跟这种人出行啊。这也是你的。我有个朋友很好玩的，他开了辆小货车，很破，然后开到那个红灯地方停着，然后跟我说，你看公司配给我的，他这辆车是公司配给他上班用的，他说你看我公司多好，配我辆车，虽然很破，但是很 OK 啊。你看红灯，你看声音都没有，然后我说声音没有，会不会是熄火的？阿婆，我们两个性格就是，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，然后就绝对不会不操心的，马上解决。但是当你在那边急中生智，想，哎呀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然后要不要试试看这个，要不要试试看那个？然后好，假设说不是乔爷哈，另外一个阿爸直接瞟你一眼，听我的，少废话。你是不是想拍死他？是一样，最后可能一定要太把这个电瓶换好了，那就很好。结果是一样的，结果是一样的。我好在这个事情，但是多一个想拍死你的人。但是我当时因为我就属于必须闭嘴，因为我不懂，我一点都不懂电瓶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电瓶。就是说阿婆不是说往车上一坐，乔爷你自己解决哈，我先睡一觉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模式。真的，我就喜欢。我那天上去睡了。有两个啊，我这不是讲虚的啊。第一个，我开车不喜欢的人指手画脚。对，对吧？我也你不要搞那么清醒。第二个，搞那么清醒。他平时呢休息不好，这时候你在车上能睡一觉，我们开心的很。你那个补觉，你身体会好多了。刚巧碰上了，就比如说像乔爷刚刚说的，我开车不喜欢旁边有人在那边指手画脚，比如说路怎么开啊，是往左转往右转啊之类的，对吧？看大路还是看小路啊？那刚巧碰上阿婆是路盲，我路盲，对吧？好，那你如果说换一个人，咱不说换阿婆啊，换就是同样也是碰到个路盲，对吧？好，然后路盲觉得说我应该相信他开的，然后但旁边那个开车的他不是这么想的，他开错了。开错了之后，他就开始找地方要撒气了，就开始骂：“你怎么不帮我看好路啊？”会我也会开错，好多啊。他其实刚好不懂是最好。你要是懂哈，你给我导航，我反而轻松了。你说往右，我就往右去，你知道吗？
你看，其实也是，你看我们这次出去有一个朋友，他懂，对呀他都懂，我们不按地图。对啊因为他知道你按这个走可能会堵车，这个时段，对他就教他从他告诉我保持左内，我就保持左内；保持右边到右道我就那个我对开错路这件事我也很有经验。我其实经常开错路，我一分心开错路了。我有时候就因为开错路开到一些，从来没开过路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对，其实都在于很有意心态思。，其实都在于心态。我觉得没有什么，就是说，我这些年所谓的就是内心一直修炼，在于就是说，你真的学会一种用很放松、很轻松的状态，你自己状态要轻松，旁边就没有压力，很简单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希望我能放手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松，放松，让自己无限的放松。运气就来了，做什么你感觉都没问题。因为心情好，气场是吧打开，我觉得他做的还是很拉胯呀。就是很今天这个对我启发挺大。当患得患失的时候，你就像小志说的，你没法好好去享受这件事，对，没法好好去感受这件事。对对是像下次中69的时候，告诉我一声，我陪你一块去。我会带个袋子给你听。我也可以把箱子也带上。我也带一个小的。这样论到我这个不好。好了，爷，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很有运气的人？我绝对觉得是这样。就有时候我们觉得是，现在都是，我一直觉得至少说坐在这边这4个人，我们对于此生应该没什么可以 complain 的。我觉得很有运气。我从今天开始也觉得我是。你必须要有运气。今天这个医药费付了没有？真的挂号费付了吗？这个比那个看心理医生有用。药也不用吃了。对的，不用吃药了。老将们出嘛，没有，我们没有。一个你不知道多少个。我就是觉得是，你只要不怕失去，失去就失去呗，又怎样？包括我当年失去的多了，我当年跟阿公就说，我们有好多东西失去，就像他刚才一路上失去的多了，钱财、机会，什么都失去，是吧？它本身不属于，他本来就不是你。再说，我即使说我们两个有一天会分开，它也是一种可能性。那分开就分开嘛，因为我现在见过好几对夫妇，实际上走着走着，两个人已经无话可谈了。但他们依然很快乐的生活是什么状态呢？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大家就是在一个屋檐下有一个财务的一个大概是在一起算。那 open relationship 也不是，就也没有 open，但说回那个话题了，很恐怖。他是什么？比如你去旅行，走你的，你跟女朋友走，我旅行了，大家什么时候回家，就有个家在这，也是可以的，没有什么可失去。你怕什么？就是没有爱情，青春，有青春，有爱情，有生命。谁说的？我跟你想法不一样。收起来。那你想呢？自从阿婆学会了做天车以后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我现在起飞了，他仍然能够 survive。这个来想，又跑题儿了。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啥都甭想。我告诉你，阿公是怎么做到的？对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就乐呵呵的。最后你看他们俩，大夏天的很热啊，帐篷阳我还有台上搭了个帐篷，钻在这个帐篷里面，啤酒。有啤酒哈，一人一杯啤酒，坐在里面，把开了一天的车买回来的各色鸭脖，然后掰开了吃了一遍，然后这小日子，以前一个为什么当时我还是开心的，这是真的。因为我那时候刚来温哥华不久，这里都不熟，他就当我是希望这样，我就当着熟悉这个地方了。所以这心态真的是，其实都取决，我觉得取决于心态。这个心态从哪儿来的？也是因为你跟对的人，不管去干什么，不管如何绕路，都是高兴的。所以你看，又回到了最根本的那个问题，真讨厌。又跑题了，这又跑题了，那就是运气啊！你要遇到人就是运气。对呀，这就是运气嘛。那根本就是碰到对的人就是运气。
那也许也是你自己之前积累，你为什么会碰到他？你为什么会碰到不对的人？是你一定有之前眼睛擦干年擦亮少了没有？轻狂的时候，不是，等等，你们俩好像在，你又说我是不是？就有一个最简单的，每个人都会体会的。今天我感冒发烧了，你就想，哎呀，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，我只要不发烧，开始吃饭，我就觉得这日子太好了。但是等到你一旦正常吃饭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无聊了，你就想跑到外面去玩去了，要去坐游轮的、坐飞机的，去非洲、去欧洲，这个都是另外生出来的东西。但是其实老天已经让你恢复正常了，你已经过上幸福的能吃饭、能睡觉的日子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其实幸福的日子可能就是你日常中你已经在过的日子。今天让你感冒一下，让你拉个肚子，让你被 coffee 感染一下，你马上想我又要回到正常，我就是幸福的。现在的这个年代吧，就很多人都在逆境当中，很多的大厂都在裁员啊，很多的这个人是有在高点买了房子，高利率的时候买了房子，然后现在艰难的还贷，还要可能面临着被裁员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都是现在是很低谷的状态，触底了才有机会反弹。是，其实只要认准了触底必然会反弹的这一个，它就一定反弹。逆境某种程度也是种运气，因为人其实所有的人只有在逆境中才有激发潜能的可能，是对吧？人在舒适区的时候是没法激发你的潜在的能力的。对。那么如果按这个解读，逆境就是让你激发潜能的一个起点。那么就是关键你是不是把握这个逆境了？你把握这个逆境，你激发你的潜能，你就往更好的一个，就像你说的触底反弹了。刚刚阿婆最开始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觉得最幸运的这一辈子最幸运的是什么？我重新给一个这个答案。我有一个恩师，以前小时候教我画画的老师，他在我还是就是少年时期，自认为的一场逆境当中，很逆，我觉得我可能快扛不过去，在我当年的认知范围当中，我觉得出大事了，怎么办，对吧？甚至连我的爸爸用一种方式来安慰我，就是说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料子，无论如何是做不出特别好的衣服的。我爸是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这个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，那个时候还用纸写信。这封信上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他说人生能有几回搏，到了你去搏一把的时候了。而我收到这封信之后的几个月之后，因为中间已经就是不是跟那个老师直接上课的，我就几个月没碰到他，我才知道他在给我写信的同时的差不多的那个阶段，他爸爸病危后来去世了。他都还记得我这个学生在逆境中要给我来这么一封信。我觉得那一个所谓的人生能有几回搏，是我在今后的遇到了问题的时候，当我觉得我是不是要伸手搏一把的时候，我数一数，的确老师没说错啊，这一辈子能有几回搏的机会呢？对，是，是，我很感激。我觉得如果不是他的这个用大人的话，让一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我，真的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，慢慢的去体会这句话。每一次体会的时候，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新的营养。我很感激我这个老师，他现在也蛮不错的。你经历了所谓的不走运的时候，运气不好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体会到你运气好的时候的有多好，快乐，对吧？今天这里上2盘菜，一盘是苦的，一盘是甜的。你只有尝过了苦的，你才知道什么是甜的。否则你只吃甜的，其实你是不知道甜的。对，你是不知道甜的。对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到了喝小甜酒的时候了。来，好。
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啊！你现在大家生活你值得拥有啊！对对，我现在完全彻底空通了。药可以扔掉了。对，别想那么多。这碗菜摆在那，你要说它不好吃，那你就体验不好。你体验好就是好嘛。你不要对号入座。阿婆只是在打比方，是吧？你为什么要打比方？慢点，慢点，我指给你都你是。为什么要打比方？比方是我朋友。为什么你只对这种在打比方？